哇，这个虎妞和铁头叫的挺凶啊！你们叫什么？哇，你看他们的眼睛，一到了晚上啊，都汪汪叫。好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啊！他们不来，你就守在家里就行了啊！好了。月亮虽然不圆啊，但是挺亮的。一到了晚上就是这样叫。他们很齐心啊，一冲出去全部都是一起出去。这个虎妞和铁头也不是吃素的，这么小了，这么小它就像大狗一样，你看又冲。哎，那是啥东西啊？往鸡舍这里啊？他们的还有点怕。他们几只家伙在一起不要紧啊，反正有东西在这附近，也不知道啥东西啊。小六、大黄、虎妞、铁头都冲过去了。等虎妞、铁头长大了就好了啊。这是大伯做的遮阳帘，早上温度还低啊，所以都没有出勤。然后再把铁丝网弄掉，这样就方便它清理蜡渣了啊。因为等下取蜂蜜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一些蜡渣啊漏到下面。今天又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，看样子又是万里无云。今天取这边的，昨天主要就是大伯在取蜂蜜，今天同样是他啊。我主要就是把蜂蜜的话运出去，还有另外2班人马的话在那边取。这个季节了，蜜蜂是比较凶的啊。你看这么多蜜蜂围着大伯转，如果说不戴风帽的话，那可想而知。这种藤蔓植物也是一种很好的蜜源植物，不过这种花期是在上半年啊，好像是5月份那个时候。刚才已经取了一个，这都是蜜啊。这个竹签断掉了，把饵推开。这都是老蜜啊，这个要借助铲子了啊。这种蜜是非常的硬，这样的啊，慢慢的把它划出来。一般说这个竹签啊，如果说抽掉了啊，这个很好划的，但是这个竹签的话，因为用久了嘛，所以的话，铲下子。这个都是全部连在一起了，所以要借助这个铲刀。但是装蜜的容器啊，不能用铁质容器啊。装蜜的话，必须用胶桶或者不锈钢桶啊，最好是用不锈钢桶。你看这蜜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颜色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啊，但是老蜜啊，都是这样的啊。但是这个颜色出来之后，蜜颜色从这个老巢里面过滤出来，就是这种黄黄的。看这个蜜颜色，在巢房里面啊，这个没办法啊，很多都折断了。反正等一下过滤出来嘛，要过滤出来都要全部要这样捣碎。
这边上的蜜，像这种啊，是封盖没多久的。这个虽然说没多久了，这种也是成熟蜜了。这边的是老熟蜜啊，所以成熟蜜和老熟蜜我是放在一起。刚封盖的一般都是不要的。这是取了3群蜜蜂啊，取了这么多。这个是不锈钢桶。这个竹签年代用的太久了，所以全部都不经用了，糟了啊！明年全部换新竹签。这个上面盖的就是腹部嘛，就是盖住上面嘛，所以就是有这么一层。你们看这个蜜啊，看起来黑不溜秋啊，但是的话，蜜过滤出来不是黑的啊，只是这个看起来是黑不溜秋的。老蜜嘛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竹签在这里。蜜是这种颜色，如果装瓶了，颜色又有一点不一样啊。你们在这个巢房里流出来是这种颜色。这个过滤回去的话，还要用专门的锉刀啊，全部把它剁成糊状，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剁成糊状，然后采取自然过滤的方式，把它过滤出来。然后像这个蜜的话，我就不要。这个是刚封盖没多久，这个也是成熟蜜啊，带偏成熟，到这个就是反给蜜蜂吃了。好，然后就再放到这边来，已经满一桶了啊。然后这个蜜的话就反给蜜蜂吃，也是非常好的啊。这个蜜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个蜜也是非常 OK 的啊，反给蜜蜂吃了啊。到时候同样需要过滤出来才能反给它吃。我这个不锈钢桶差不多可以装50斤左右的巢蜜，这个塑料桶的话，差不多能装30斤左右，那2个一起就有80斤左右。取80斤蜂蜜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左右时间就能取好，但是要背出去的话，2个小时还要加快步伐，所以的话就是这个运输啊是个大问题。那现在回去的话就。昨天晚上还有剩饭啊，就炒一个蛋炒饭，给大伯送过去。大伯的话还在取蜜，取完蜂蜜之后啊，视频就能恢复正常。那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明天见。今天一会搞得很晚了。